是黑暗选择了我。在与艾斯特苏米一战中，黑胡子曾如是说道。从此我们知道，在 One Piece 的世界观中，不仅是海贼们在追逐稀有的恶魔果实，反过来看，不少恶魔果实也好像会命定般的选择合适的宿主。在荷尔蒙果实和人妖王伊万科夫之间，便有着接近相互选择完美契合度。根据小冯和伊万科夫本人的说法，人妖王奇迹之刃的称号来源之一就是他可以随意转换性别果实能力。这和熊曾因一双能治愈痛苦的熊掌而获得奇异之手称号的情况一模一样。但要我说，所谓奇迹才不是那么粗浅的东西。2年前，伊万科夫站在濒死的路飞门外，对未来推进成新人妖女王小冯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虽被冠以奇迹之名，但他不是神，也不是佛祖，他不会拯救只知道依赖他人的笨蛋，仅会将活下去的毅力给予困顿者，然后等待奇迹发生而已。因为伊万科夫始终相信，奇迹绝不会降临在已经放弃希望之人的头上。这种看法和革命军队长们解放露鲁西亚王国平民时强调的民众必须要自己学会反抗做法一致，算是革命军成员们多年来支援各地起义的指导思想。其中就伊万科夫单个角色而言，当我们在回忆片中知晓其过去的表现，会发现其实伊万早在少年时尚且还是一介奴隶之际，就已经奉行自强自立的抗争之道了。而靠激发人体潜能突破一切困境荷尔蒙果实，完全可以看作他不屈精神的具象。就像很多年后伊万科夫给予路飞的选择一样，是否要赌上自己的一切，在生死间追求奇迹发生的概率？简单问题同样贯穿人妖王的一生。那么本期视频，我们便来说这位在镜企划塑造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安布里奥·伊万科夫的故事吧。回到距今38年前，在已经公布的关于神之谷大战部分过程中，彼时15岁的伊万是努力中毋庸置疑的主角。不同于很多前后差异巨大成长型角色，伊万仿佛天生的领导者。他从一开始就有着能校对决剑强大内心，而依靠经理在收集情报方面的天赋，伊万很早摸清了屠杀比赛实现和不留一人的规则等重要情报，这让他得以跳脱出身份的局限，一眼窥破天龙人故意让逃亡者心怀希望，增加屠杀乐趣险恶用心。不过残酷的现实未能击垮伊万，与毫无希望的死亡尽头，本管所有人都脸色阴沉，他可是早就做好拼尽全力要活下去，并在能力范围内拯救他人的觉悟。虽然彼时他还未曾吃下果实，其实和其他奴隶没什么不同，但关键时刻是他和经理站到台前，为诸位惶恐的受难者指明了活路。然后在对待同伴方面，伊万会真诚地感谢帮助他的愚人，并对主动站出来承担诱饵任务的熊另眼相看，许下承诺：我不会让你死的，让我们一起逃出神之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身为行动发起人，他以身作则，和自愿充当诱饵的熊一起执行了夺取果实这个最危险的环节。可惜不幸的是，当时伊万已经到手鱼果实，转眼就被 Big Mom 乱入抢走。危机时分，他根本顾不上自己，一心只催促熊快些吃掉果实，哪怕仅你一个人逃走也已经足够。这是属于我们的胜利。若到了生命尽头，伊万科夫会选择大笑赴死。至于后来熊是如何救走伊万大哥，并最终在各方混战下带走500奴隶的过程，目前主线并未给出，但那一定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等他们好不容易逃到索尔贝王国，年龄尚小的金妮和熊从此在这里安家，一直到13年后，他们才会在报纸上看到自由军活跃的消息。然后熊心神向往，表露自己今后也会出海，为拯救他人献出一切的愿景。至于伊万科夫的旅程，则从神之谷试验不久后就已经开始了。他从熊的能力上看到赋予人们自由的解放，他一针见血点破世界政府和马尔冈斯对舆论的把控。且不谈伊万尽情享受自由的热情，我想仅他清醒认识到世道黑暗的眼界，也注定不会在暂且暗恋索尔贝长久停歇。总之那一日，躁动的革命者背上行囊，一举踏上再没有停下来的旅途。期间经历整整10几年的剧情空缺，不过目前已知有件趣事就发生在这段时期，那就是伊万科夫和老沙相遇。根据伊万的回忆，他初遇鲨鳄鱼时，老沙还是个新人。尾田老师在 SBS 中提到，老沙20岁出头就已经是七武海。参照世界政府邀请艾斯和女帝的例子，老沙受邀这年很有可能就是他出道并飞速崛起的童年。巧合的是，剧场版设定提及克洛克达尔20岁时与巴洛特展开大战，这难道就是他扬名的时机？说回老沙和伊万科夫的关系，伊万称自己握有老沙的把柄，这又不得不说老沙曾是女性这个著名的推测了。结合近几个篇章强调的霸气可以抵御果实能力的设定，说不定老沙以前还真是女的，正好她登场至今从未明确使用霸气，也许就是怕打破荷尔蒙果实的变性效果。如果今后对上强敌时，老沙被迫显露女性真身，从此迎来一大波加强，想想这设定还是挺带感的。再后来，当22年前31岁的伊万科夫和龙平定索尔贝王国动乱，邀请金尼熊入伙时，他的脸庞已经画上夸张浓妆，和熊的理想一致。
龙致力于改变世界自勇军，也成了伊万科夫追觅多年最终答案。此次伊万大哥重返索尔贝，除了要化解贝克利先起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想要救出已经入狱的熊和金妮，并邀请他们加入自勇军。如果你一如当初，那就跟我一起去改变这世界吧。伊万给出理由，熊无法拒绝。但自勇军阶段他们还稍显保守，主要从事于支援各地起义活动，在各国掀起抗议等等。顺带一提，哪怕在伊万科夫这等老战友面前，首领龙也一直显得比较神秘。熊入伙后，龙曾透露自己曾在海军待过，但从未介绍自己的出身和家庭。后来经过长期相处，敏锐的伊万才通过龙常望向一个方向的习惯，推测他的故乡或许就在东海。龙也不解释，只让伊万别乱打听。就在解放索尔贝王国同年，奥哈拉事件爆发，要问世间混乱来自于何处，仅以当权者主观判别大罪，就能让无辜学者迎来灭顶之灾。原来自勇军多年来的努力，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徒劳。至此，亲自抵达历史学圣地费雪龙，终于大彻大悟。一向厌恶战争的他，回去后不久就和伊万科夫与熊将自勇军改组成革命军，正式进入想要彻底掀翻现有秩序的主线。个人势力方面，除了是革命军的元老级人物，伊万科夫还是人妖岛卡马巴卡王国的女王。她具体称王时间暂时不知，但至少15年前就已经在位了。当时有某位国王前往人妖岛，然后被同化成人妖，最终导致自己的国家灭亡。后来连此国的王子都沦为海贼，一心想要找伊万复仇。然而这位王储多年后不仅没有复仇成功，还被伊万顺手变成女孩子。虽然主线中人妖王国存在，很多时候是用作恶趣味的笑料，但争论战力，卡马巴卡王国的整体实力既比普杰霸气女儿岛还要强大不少。根据伊万科夫的介绍，在岛上有很多会制作攻击料理的厨师，他们制作特殊食物能持续强化使用者的肉体，塑造环境、性格、体格等人体的一切，最终达到辅助目标修行新人妖拳法的目的。光是伊万安排来考验山治拳法师傅就多达99人，举国上下最强之人暂是人妖王。而在伊万科夫之下，全国第2强的是名为卡罗莱因的人妖，他曾在伊万入狱后的几年中担任女王代理兼正宗新人妖拳法传人代理。此人一度是2年间山治的噩梦及暴锤厨子，导致他短暂陷入少女心状态的强敌。再说伊万科夫本人，作为人妖界中最出名的巨星，光是公认的史上最强人妖王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地位，即使如小坟一般。从伟大航路前半段远道而来的人妖，也听说过伊万大人拯救被医生放弃之人和濒死国家诸多救济传说。如此看来，帮助他人转换性别，或是其数不清的奇迹之一罢了。简言之，伊万科夫就是人妖界的唯一指定真神。当然，在距今15年前，他的名声应该还没有达到日后那么夸张的程度。93卷 SBS 中确认，革命军大体分为东南西北加伟大航路5个支部，伊万科夫就是其中伟大航路巨军军队长。从熊的相关回忆可知，为了解放尽可能多的王国，他们一直处于战斗之中。如龙、熊、伊万科夫这一级的顶尖强者，有时候更是需要即日支援远在另一片海域的战场。类似的战斗几乎无休无止，直到一场悲剧于距今14年前猝不及防的降临。伊万科夫视为妹妹金妮被天龙人抓走，强娶为妻。然彼时革命军的势力还远没有能到和世界政府扳手腕的地步，除了各支部深陷战争泥潭。后来 CP9 众人登场时也曾提及 ，CP 一直在跟革命军暗中交手。另外站在领袖角度，确实也不可能为了一个人而拿整个革命军队伍数十年经营冒险。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相信没能救出金妮，注定是龙、伊万科夫和熊一生的遗憾。伊万科夫眼睁睁看着压抑悲痛的熊，在随后2年中行事越发激进，再不见当年温柔的模样。例如距今12年前，伊万科夫和龙一行正在东海戈亚王国接受愿为自由而战难民。一听说南海图米王国战场陷入劣势，熊当即全速赶往，仅就1人就碾压全场结束战斗。不过稍后他们返回总部，竟然意外接到金妮的来电，这是金妮最后一次和他们通话。就让熊很快返回索尔贝王国，还是没能赶上金妮的最后一面。令人揪心的是，后来波尼与熊父女又遭到了新的厄运。波尼身患无法治愈的青鳞病，但波尼情况日渐恶化，熊提出离开革命军的请求。伊万和龙也不好再说什么挽留的话，只得满足熊想一心照料女儿的意愿。话说这段往事可以看出青鳞病有多么棘手，连能创造奇迹的荷尔蒙果实，既能转移通过肉球果实似乎都难以应对。最终熊不得不跟世界政府交易，直到在贝亚朋克的帮助下治愈波尼，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了被政府把控的工具。不过那就是熊的故事了。伊万科夫这边，后来他莫名其妙被抓，关键推进城，代号6582。其被抓经过目前未知，但伊万的副手闪电也在这里，说明可能是革命军巨军支部整个被端了。可不知怎么的，在极寒监狱做了一段时间的牢后，伊万科夫居然神秘失踪。这类囚狱突然不见情况多年来时有发生，狱卒们遂流传起鬼拉秀的恐怖传说。他相信那些囚犯是被拉进了魔界之门了，所以也没能指望还能找到伊万。
直接就把他的名字给擦掉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伊万科夫和其他消失的犯人一起藏在被某人开辟出了推进城 5.5 层91卷 SBS 中有相关设定，开辟此处秘密空间角色，其实就是少见巨人族人妖推推果实能力者细菌军长莫里。他生人在推进城中创造了一个庞大如蚁巢的空间，伊万借此和新人妖小弟们集聚一堂，建立新人妖乐园，过得还算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考尔斯通巴达暗道，他们总拥有丰富的物资，且通过偷来的报纸，众人对于外界信息其实也知道不少。至于推进城内动向和异变，拥有一整套监控网络的新人妖们就更加了如指掌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年前路飞劫狱时被麦哲伦重创，为了救回草帽小子，小芬带着他尝试出创造了无数奇迹的伊万，至此于秘密空间小舞台上，奇迹之人最强人妖王首次在故事中登场。而若要总结伊万科夫推进城、点亮真人2个篇章的表现，相比于革命军时期，如今他多了很多逗逼属性，但这往往会让人忽视其整体实力有多么强大。伊万科夫的所有能力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是登峰造极人妖拳法，作为人妖拳流派的顶尖高手，他几乎能应对任何战局；二是以媚眼为核心的 AOE 打击，伊万科夫仅是抛媚眼就足以产生击飞炮弹爆炸气流。56卷 SBS 中明确说道，这可是不含任何霸气的招式，在此基础上，他还能通过注射激素让脸变大，使得死亡魅影的威力提升好几倍，更有终极版的银河 Wink， 即先用高速移动产生残像，然后再快速眨眼，营造出所有残像同时发射魅影的效果。这一招曾在正面作战中直接击飞暴君熊，十分可怕。第3，自然就是全面的荷尔蒙果实的能力，这果实集治疗强化于一体，退可折损寿命，扛过致命伤害，竟可以透支以后体力注射兴奋剂，获得多次仰卧起坐的机会。另外，伊万科夫本人还能借此在高敏捷女性状态、站桩输出的大头形态和正常形态间等多种模样间转变，灵活多变，全凭心意。可惜荷尔蒙果实的副作用实在太可怕了，动辄损耗目标生命力和寿命。在治疗闪电时，伊万就感慨自己使用激素对抗毒素，但却不想让闪电遭遇同样的事情。即使普通医疗手段生效很慢，但就算伊万见证过许多不可能的奇人，在与草帽波伊的相识过程中，他还是被路飞惊到了。路飞和小芬间真挚友情让人妖王动容，路飞短短20个小时内扛过剧毒折磨，向死而生的毅力和强大生命力让伊万震惊。继而他得知龙就是草帽亲爹，这下过去种种疑惑终于解开。靠谱的人妖王当即招呼小弟，还要全力助路飞前往马林凡多。纵观整个越狱事件始末，伊万科夫牵制老沙，使得沙尔与没心情背刺众人，打败了包括小萨蒂在内的众多守卫，且拼上性命正面阻拦麦哲伦，最后菊花脑袋为一众囚徒提供了容身处。总的来说可谓是劳苦功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拯救艾斯的过程中，伊万科夫想当然的将艾斯也当成龙的儿子，直到众人逃离正义之门，他才从草帽小的口中得知艾斯乃是罗杰之子。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欲帮助草帽波伊拯救哥哥的决心，参与点妖真人势在必行。对于巴基被众人捧上神坛的魔幻展开，颇觉好笑的人妖王则在此留下了每个船上都有污点的名台词。之后就是顶上战争意外再会，除了多次帮助路飞脱险，伊万科夫见到分别多年熊，只是这次两人站到了对立面。人妖王试图劝熊停手，却不知此时的熊已经抹除了全部记忆，沦为冷冰冰的战争兵器。这一瞬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往昔。还记得年少时，他曾许诺一定会让熊活着离开神之谷。还记得索尔被王国一别，伊万大哥开玩笑地说，还没人能忘记我这张大脸呢。然当年的话一语成谶，他再也得不到熊的回应。而且等无数有着熊外表的和平主义者降临战场，伊万科夫更是目瞪口呆，因为已经在推进城待了好几年。人妖王此时并不知道熊经历了什么才会沦落至此。关于熊的具体经历是战后龙亲自告诉伊万科夫的。和众多大人物一样，本就奔着保护路飞而来的伊万科夫，在点燃战中充分见证了路飞的潜力。虽然期间有诸多波折，但好歹路飞最终活了下来。有罗负责治疗草帽小子的伤势，有汉库克将女儿岛作为路飞疗伤期间避风港，伊万科夫得以放心地踏上归途。他期待与路飞的再会，殊不知短短2年后，那位走出伤痛少年将一跃为皇。其实以伊万科夫知晓情报，是很容易推测出山治乃是熊送到人妖岛这一事实的。但恶趣味的他回到人妖岛后，被说山治可能是海军或者政府间谍，拒绝将路飞是告诉厨子。在人妖王拿抽象版悬赏令的接连逼问下，厨子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不对劲。两人间的互动简直笑死个人。不过玩笑归玩笑，路飞重返马林凡多，向散落各地的伙伴们传递2年后再会的信息。得此消息的山治心中大定，又有留在人妖岛学习攻击料理的想法。其实很欣赏草帽团伊万科夫特地设下挑战，如果黑族能击败99位人妖师傅，他便满足其请求；如果失败了，那就送你一艘船从这里离开吧。
山治终究通过挑战。这段经历在厨子事后看来，简直就是地狱般的体验。但说到底，伊万科夫与众人妖，毕竟对他有传道授业之恩。2年后，草帽团回归香布地群岛，人妖们和其他亲友团阻拦海军，为草帽一伙送行。亦可以看出伊万等人对厨子的欣赏。从那时候起，关于草帽团复出的消息传遍世界，收到报者伊万科夫不禁回忆起很多。在岸革命军现状，经历多年蛰伏，有伊万这样的强手回归。世界会议临近之际，龙与人妖岛召集一众骨干，商讨正式与天龙人开战的决定。正好原来总部巴尔迪哥在德岛事件后被黑团巴沙斯摸清位置，最后毁于黑胡子矮子团之手。据说 CP 也参与了此战。革命军索性将总部转移到人妖岛。期间正是左乌篇完结、万国篇之前，伊万科夫得知生日居然是文斯莫克少主之一，十分惊讶。最后就是从世界会议完结到弹药岛篇的一些重大变故了。萨博和军队长们好不容易才把熊的身体从圣地夺走，并出色地完成宣战任务，但单独行动的萨博却被卷入暗杀寇布拉和露露西亚毁灭事件，最后机缘巧合成了8国革命参与者崇拜的炎帝。就结果论，这一系列变故对于革命军来说可谓是是福非祸。与世界政府斗了一辈子的伊万科夫和龙，首次知晓伊姆的存在，才知道之前革命军想的通过推翻天龙人改变秩序方针恐怕有些问题，因为世界政府都只是虚空之王的工具罢了。伊万根据萨博讲述，隐约猜出伊姆乃是建立世界政府的20王之一。不少海迷吐槽，这一颗见多识广、心思迷人的伊万比萨博还像参谋长。但在新兵器母烟的认知上，伊万和龙有些分歧。人妖王相信这东西肯定是贝亚庞克造的。同时，好不容易救回来熊如今已经自己离开人妖岛，正跨越圣地朝新世界弹头岛而去，见证故人离去，伊万等人终究无能为力。时至今日，露露西亚毁灭的后续影响还在继续，一场波及全球的海啸震动世界，人妖岛也受了一些损失，人们惶恐之余，殊不知历史在此来到拐角，巨大战争阴影已然投下。以上就是目前和伊万科夫有关的所有剧情了。从一介奴隶成长至如今可靠人妖王，他的一生称上不屈与励志的典范，特别是有了回忆篇的加持，相信不少海迷对于伊万的印象已经不再是简单逗逼变态了，而是一位真正富有人格魅力的角色，并且随着日后龙、老沙等人物的往事详细揭晓，与之相关的伊万科夫的塑造还将继续，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是白金，咱们下期再见。